笑完后闭上了眼睛，脖子一歪，脑袋顺着粪缸滑到了地上。那天我们刚搬到了茅屋里，我和娘在屋里收拾着，凤霞高高兴兴的也跟着收拾东西。她不知道从此以后就要受苦了。家珍端着一大盆衣服从池塘边走上来，遇到了跑来的王喜。王喜说：少奶奶，老爷像是熟了。我们在屋里听到家珍在外面使劲喊：娘，福贵，娘。没喊几声，家珍就在那里呜呜地哭上了。那时我就想着是爹出事了，我跑出屋，看到家珍站在那里，一大盆衣服全掉在地上。家珍看到我叫着：福贵，是爹。我脑袋嗡的一下，拼命往村口跑，跑到粪缸前时，我爹已经断气了。我又推又喊，我爹就是不理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站起来往回看，看到我娘扭着小脚又哭又喊地跑来，家珍抱着凤霞跟在后面。我爹死后，我像是染上了瘟疫一样，浑身无力，整日坐在茅屋前的地上，一会儿眼泪汪汪，一会儿唉声叹气。凤霞时常陪我坐在一起，她挽着我的手问我：爷爷掉下来了？看到我点点头，她又问：是风吹的吗？我娘和家珍都不敢怎么大声哭，他们怕我想不开，也跟着爹一起去了。有时我不小心碰着什么，他们两人就会吓一跳，看到我没像爹那样摔倒在地，他们才放心地问我：没事吧？那几天我娘常对我说，人只要活得高兴，穷也不怕。她是在宽慰我，她还以为我是被穷折腾成这样的，其实我心里想着的是我死去的爹。我爹死在我手里了，我娘、我家珍还有凤霞却要跟着我受活罪。我爹死后10天，我丈人来了，他右手提着长衫，脸色铁青地走进了村里，后面是一台披红戴绿的花轿，10来个年轻人敲锣打鼓拥在两旁。村里人见了都挤上去看，以为是谁家娶亲嫁女，都说怎么先前没听说过。有一个人问我丈人，是谁家的喜事？我丈人板着脸大声说，我家的喜事。那时我正在我爹坟前，我听到锣鼓声，抬起头来，看到我丈人气冲冲地走到我家茅屋前，他朝后面摆摆手，花轿放在了地上，锣鼓熄了。当时我就知道他是要接家珍回去，我心里咚咚乱跳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娘和家珍听到响声从屋里出来，家珍叫了声爹。我丈人看看他女儿，对我娘说，那畜生呢？我娘陪着笑脸说，你是说福贵吧？还会是谁？我丈人的脸转了过来，看到了我，他向我走了2步，对我喊，畜生，你过来。我站着没有动，我哪敢过去。我丈人挥着手向我喊，你过来，你这畜生怎么不来向我请安了？畜生，你听着，当初是怎么娶走家珍的，我今日也怎么接她回去。你看看，这是花轿，这是锣鼓，比你当初娶亲时只多不少。喊完以后，我丈人回头对家珍说，你快进屋去收拾一下。家珍站着没动，叫了一声爹。我丈人使劲跺了下脚说，还不快去。家珍看看站在远处地里的我，转身进屋了。我娘这时眼泪汪汪地对她说，行行好，让家珍留下吧。我丈人朝我娘摆摆手，又转过身来对我喊，畜生，从今以后家珍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陈家和你们徐家永不往来。我娘的身体弯下去求他，求你看在福贵他爹的份上，让家珍留下吧。我丈人冲着我娘喊，他爹都让他气死了。喊完，我丈人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，便缓一下口气说，你也别怪我心狠，都是那畜生胡来
才会有今天。说完，丈人又转向我，喊道：凤霞就留给你们徐家，家珍肚里的孩子就是我们陈家的人了。我娘站在一旁呜呜地哭，她抹着眼泪说：这让我怎么去向徐家祖宗交代？家珍提了个包裹走了出来，我丈人对她说：上轿，理查3世。家珍扭头看看我，走到轿子旁，又回头看了看我，再看看我娘，钻进了轿子。这时凤霞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，一看到她娘坐上轿子了，她也想坐进去，她半个身体才进轿子，就被家珍的手推了出来。我丈人向轿夫挥了挥手，轿子被抬了起来，家珍在里面大声哭起来。我丈人喊道：给我往响里敲。10来个年轻人拼命地敲响了锣鼓，我就听不到家珍的哭声了。轿子上了路，我丈人手提长衫，和轿子走得一样快。我娘扭着小脚，可怜巴巴地跟在后面，一直跟到村口才站住。这时凤霞跑了过来，她睁大眼睛对我说：爹，娘坐上轿子了。凤霞高兴的样子叫我看了难受，我对她说：凤霞，你过来。凤霞走到我身边，我摸着她的脸说：凤霞，你可不要忘记我是你爹。凤霞听了这话咯咯笑起来，她说：你也不要忘记我是凤霞。福贵说到这里，看着我嘿嘿笑了。这位40年前的浪子，如今赤裸着胸膛坐在青草上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照射下来，照在他眯缝的眼睛上。他腿上沾满了泥巴，刮光了的脑袋上稀稀疏疏地钻出来些许白发，胸前的皮肤皱成一条一条，汗水在那里起伏着流下来。此刻那头老牛蹲在池塘泛黄的水中，只露出脑袋和一条长长的脊梁。我看到池水犹如拍岸一样拍击着那条黝黑的脊梁。这位老人是我最初遇到的，那时候我刚刚开始那段漫游的生活。我年轻无忧无虑，每一张新的脸都会使我兴致勃勃，一切我所不知的事物都会深深吸引我。就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我遇到了福贵，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，从来没有过一个人像他那样对我全盘托出，只要我想知道的，他都愿意展示。和福贵相遇，使我对以后收集民谣的日子充满快乐的期待。我以为那块肥沃茂盛的土地上，福贵这样的人比比皆是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确实遇到了许多像福贵那样的老人，他们穿的和福贵一样的衣裤，裤裆都快耷拉到膝盖了。他们脸上的皱纹里积满了阳光和泥土，他们向我微笑时，我看到空洞的嘴里牙齿所剩无几。他们时常流出浑浊的眼泪，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时常悲伤，他们在高兴时，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没有的平静时刻，也会泪流而出，然后举起和乡间泥路一样粗糙的手指，擦去眼泪，如同弹去身上的稻草。可是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，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，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。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，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，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。这样的老人在乡间实在难以遇上，也许是困苦的生活损坏了他们的记忆，面对往事，他们通常显得木讷，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去。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，仿佛是道听途说般的只记得零星几点，即便是这零星几点，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记忆，用1、2句话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。在这里，我常常听到后辈们这样骂他们：一大把年纪全活到狗身上去了。福贵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他喜欢回想过去，喜欢讲述自己，似乎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。
他的讲述像鸟爪抓住树枝那样紧紧抓住我。家珍走后，我娘时常坐在一边偷偷抹眼泪。我本想找几句话去宽慰宽慰她，一看到她那副样子，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倒是她常对我说，家珍是你的女人，不是别人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我听了这话，只能在心里叹息一声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好端端的一个家，成了砸破了的瓦罐似的四分五裂。到了晚上，我躺在床上常常睡不着，一会儿恨这个，一会恨那个，到头来最恨的还是我自己。夜里想的太多，白天就头疼，整日无精打采。好在有凤霞，凤霞常拉着我的手问我，爹，一张桌子有4个角，削掉1个角还剩几个角？也不知道凤霞是从哪里去听来的。当我说还剩3个角时，凤霞高兴得咯咯乱笑。她说，错了，还剩5个角。亨利5世。听了凤霞的话，我想笑却笑不出来。想到原先家里4个人，家珍一走就等于是削掉了1个角，况且家珍肚里还怀着孩子，我就对凤霞说，等你娘回来了，就会有5个角了。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以后，我娘就常常领着凤霞去挖野菜。我娘挎着篮子，小脚一扭一扭地走去，她走的还没有凤霞快。她头发都白了，却要学着去干从没干过的体力活。看着我娘拉着凤霞看一步走一步，那小心的样子让我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我想想，再不能像从前那样过日子了，我得养活我娘和凤霞。我就和娘商量着到城里亲友那里去借点钱，开个小铺子。我娘听了这话一声不吭，她是舍不得离开这里，人上了年纪都这样，都不愿动地方。我就对娘说，如今屋子和地都是龙二的了，家安在这里跟安在别处也一样。我娘听了这话，过了半晌才说，你爹的坟还在这里。我娘一句话就让我不敢再想别的主意了。我想来想去，只好去找龙二。龙二成了这里的地主，常常穿着丝绸衣衫，右手拿着茶壶，在田埂上走来走去，神气得很。镶着2颗大金牙的嘴总是咧开笑着，有时骂看着不顺眼的佃户时也咧着嘴。我起先还以为他对人亲热，慢慢的就知道他是要别人都看到他的金牙。龙二遇到我还算客气，常笑嘻嘻地说，福贵，到我家来喝壶茶吧。我一直没去龙二家，是怕自己心里发酸。我2脚一落地就住在那幢屋子里了，如今那屋子是龙二的家，你想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？其实人落到那种地步，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。我算是应了人穷志短那句古话了。那天我去找龙二时，龙二坐在我家客厅的太师椅子里，2条腿搁在凳子上，一手拿茶壶，一手拿着扇子。看到我走进来，龙二咧嘴笑道，是福贵，自己找把凳子坐吧。他躺在太师椅里动都没动，我也就不指望他泡壶茶给我喝。我坐下后，龙二说，福贵，你是来找我借钱的吧？我还没说不是，他就往下说道，按理说我也该借几个钱给你，俗话说是救急不救穷，我呀，只能救你的急，不会救你的穷。我点点头说，我想租几亩田。龙二听后笑眯眯地问，你要租几亩？我说，租5亩。5亩。龙二眉毛往上掉了掉，问，你这身体能行吗？我说，练练就行了。他想一想说，我们是老相识了，我给你5亩好田。龙二还是讲点交情的，他真给了我5亩好田。我一个人种5亩地，差点没累死。我从没干过农活，学着村里人的样子干活，别说有多慢了。
看得见的时候我都在田里，到了天黑，只要有月光，我还要下地。庄稼得赶上季节，错过一个季节就全错过了。到那时，别说是养活一家人，就是龙二的租粮也交不起。俗话说是笨鸟先飞，我还得笨鸟多飞。我娘心疼我，也跟着我下地干活。她一大把年纪了，脚又不方便，身体弯下去才一会儿功夫就直不起来了，常常是一屁股坐在了田里。我对她说：娘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我娘摇摇头说：4只手总比2只手强。我说：你要是累成病，那就1只手都没了，我还得照料你。我娘听了这话，才慢慢回到田埂上坐下，和凤霞待在一起。凤霞是天天坐在田埂上陪我，她采了很多花放在腿边，一朵一朵举起来，问我叫什么花。我哪知道是什么花，就说：问你奶奶去。我娘坐到田埂上，看到我用锄头就常喊：留神别砍了脚。我用镰刀时，她更不放心，时时说：福贵，别把手割破了。我娘老是在一旁提醒也不管用，活太多，我得快干，一快就免不了砍了脚割破手。手脚一出血，可把我娘心疼坏了，扭着小脚跑过来，捏一块烂泥巴堵住出血的地方，嘴里一个劲儿地数落我，一说的说半晌，我还不能回嘴，要不她眼泪都会掉出来。我娘常说地里的泥是最养人的，不光是长庄稼，还能治病。那么多年下来，我身上那儿弄破了，都往上贴一块湿泥巴。我娘说的对，不能小看那些烂泥巴，那可是治百病的。人要是累得整天没力气，就不会去乱想了。租了龙二的田以后，我一挨到床就呼呼的睡去，根本没工夫去想别的什么。说起来，日子过得又苦又累，我心里反倒踏实了。我想着我们徐家也算是有一只小鸡了，照我这么干下去，过不了几年，小鸡就会变成鹅，徐家总有一天会重新发起来的。从那以后，我是再没穿过绸衣了。我穿的粗布衣服是我娘亲手织的布，刚穿上那阵子觉得不自在，身上的肉被磨来磨去，日子一久也就舒坦了。前几天村里的王喜死了，王喜是我家从前的佃户，比我大2岁。他死前嘱咐儿子把他的旧绸衣送给我，他一直没忘记我从前是少爷，他是想让我死之前穿上绸衣风光风光。我呀，对不起王喜的一片好心，那件绸衣我往身上一穿，就赶紧脱了下来，那个难受啊，滑溜溜的，像是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。那么过了3个来月，长根来了，就是我家的雇工。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，我娘和凤霞坐在田埂上，长根拄着一根枯树枝，破衣烂衫的走过来，手里挎着那个包裹，还拿一只缺了口的碗。他成了个叫花子。是凤霞先看到他，凤霞站起来叫着他喊：长根，长根。我娘一看到是从小在我家长大的长根，赶紧迎了上去。长根抹着眼泪说：太太，我想少爷和凤霞，就回来看一眼。长根走到田间，看到我穿着粗布衣服，满身是泥，呜呜的哭，说道：少爷，你怎么成这样子了？我输光家产以后，最苦的就是长根了。长根替我家干了一辈子，按规矩老了就该由我家养起来。可我家一破落，他也只好离开，只能要饭过日子。看到长根回来时的模样，我心里一阵发酸。小时候他整天背着我走东逛西，我长大后也从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没想到他还回来看我们。我问长根：你还好吧？长根擦擦眼睛说：还好。我问：还没找到雇你的人家？长根摇摇头说：
我这么老了，谁家会顾我？听了这话，我眼泪都要掉出来了。长根却不觉得自己苦，他还为我哭，说道：少爷，你哪受得起这种苦？那天晚上，长根在我家茅屋里过的。我和娘商量着把长根留在家里，这样一来，星号照永狗星号苦。我对娘说，苦也要把他留下，我们每人剩2口饭，也就养活他了。我娘点点头说，长根这么好的心肠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对长根说，长根，你一回来就好了，我正缺一个帮手，往后你就住在这里吧。长根听后看着我笑，笑着笑着眼泪掉了出来。他说，少爷，我没有帮你的力气了，有你这份心意我就够了。说完长根就要走，我和娘死活拦不住他。他说，你们别拦我了，往后我还要来看你们。长根那天走后还来过一次，那次他给凤霞带来一根扎头发的红绸，是他捡来的，洗干净后放在胸口，专门来送给凤霞。长根那次走后，我就再没有见到他了。我租了龙二的田，就是他的佃户了，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叫他龙二，得叫他龙老爷。起先龙二听我这么叫，总是摆摆手说，福贵，你我之间不必多礼。时间一久，他也习惯了。我在地里干活时，他常会走过来说几句话。有一次我正割着稻子，凤霞跟在后面捡稻穗，龙二一摇一摆走过来对我说，福贵，我收山了，往后再也不去赌了，赌场无赢家，我是见好就收，免得日后也落到你这种地步。我向龙二哈哈腰，恭敬地说，是龙老爷。龙二指指凤霞，问道，这是你的崽子吗？我又哈哈腰，说一声，是，龙老爷。我看到凤霞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稻穗，直愣愣地盯着龙二看，就赶紧对他说，凤霞，快向龙老爷行礼。凤霞也学我的样子，向龙二哈哈腰，说道，是，龙老爷。我时常惦记着家珍，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。家珍走后2个多月，托人捎来了一个口信，说是生了个儿子出来，我丈人给取了个名字叫有庆。我娘悄悄问捎话的人，有庆姓什么？皆大欢喜。那人说，姓徐呀。那时我在田里，我娘扭着小脚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，她话没说完就擦起了眼泪。我一听说家珍给我生了个儿子，扔了手里的锄头就要往城里跑，跑出了10来步，我不敢跑了，想我这么进城去看家珍他们母子，我丈人怕是连门槛都不让我跨进去。我就对娘说，娘，你赶紧收拾收拾，去看看家珍他们。我娘也一遍遍说着要进城去看孙子，可过了几天她也没动身，我又不好催她。按我们这里的习俗，家珍是被她娘家的人硬给接走的，也应该由她娘家的人送回来。我娘对我说，有庆幸了徐，家珍也就马上要回来了。她又说，家珍现在身体虚，还是待在城里好，家珍要好好补一补。家珍是在有庆半岁的时候回来的，她来的时候没有坐轿子，她将有庆放在身后的一个包裹里，走了10多里路回来的。有庆闭着眼睛，小脑袋靠在他娘肩膀上一摇一摇，回来认我这个爹了。家珍穿着水红的旗袍，手挽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裹，漂漂亮亮的回来了。路两旁的油菜花开得金黄金黄，蜜蜂嗡嗡叫着飞来飞去。家珍走到我家茅屋门口，没有一下子走进去，站在门口笑盈盈地看着我娘。我娘在屋里做着编草鞋，她抬起头来后，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站在门口，家珍的身体挡住了光线，身体闪闪发亮。我娘没有认出来是家珍，
也没有看到家珍身后的有庆。我娘问她：“是谁家的小姐？你找谁呀？”家珍听后咯咯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是我，我是家珍。”当时我和凤霞在田里，凤霞坐在田埂上看着我干活。我听到有个声音喊我，声音像我娘，也有些不像。我问凤霞：“谁在喊？”凤霞转过身去看一看，说：“是奶奶。”我直起身体，看到我娘站在茅屋门口，弯着腰在使劲喊我。穿水红旗袍的家珍抱着有庆站在一旁。凤霞一看到她娘，撒腿跑了过去。我在水田里站着，看着我娘弯腰叫我的模样，她太使劲了，两只手撑在腿上，免得上面的身体掉到地上。凤霞跑得太快，在田埂上摇来晃去，终于扑到了家珍腿上。抱着有庆的家珍蹲下去，和凤霞抱在一起。我这时才走上田埂，我娘还在喊，越走近他们，我脑袋里越是晕晕乎乎的。我一直走到家珍面前，对她笑了笑。家珍站起来，眼睛定定地看了我一阵。我当时那副穷模样，使家珍一低头轻轻抽泣了。我娘在一旁哭得呜呜响，她对我说：“我说过，家珍是你的女人，别人谁也抢不走的。家珍一回来，这个家就全了。”我干活时也有了个帮手，我开始心疼自己的女人了。这是家珍告诉我的，我自己倒是不觉得。我常对家珍说：“你到田埂上去歇会儿。”家珍是城里小姐出身，细皮嫩肉的，看着她干粗活，我自然心疼。家珍听到我让她去歇一下，就高兴地笑起来。她说：“我不累。”我娘常说，只要人活得高兴，就不怕穷。家珍脱掉了旗袍，也和我一样穿上粗布衣服，她整天累得喘不过气来，还总是笑盈盈的。凤霞是个好孩子，我们从砖瓦的星号克利甲绞紧星号去住，她照样高高兴兴，吃起粗粮来也不往外吐。弟弟回来以后，他就更高兴了，再不到田边来陪我，就一心想着去抱弟弟。有庆苦啊，他姐姐还过了4、5年好日子，有庆才在城里待了半年，就到我身边来受苦了。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。这样的日子过了1年后，我娘病了，开始只是头晕。我娘说看着我们时糊里糊涂的，我也没怎么在意，想想她年纪大了，眼睛自然看不清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娘在烧火时突然头一歪，靠在墙上像是睡着了。等我和家珍从田里回来，她还那么靠着。家珍叫她，她也不答应，伸手推推她，她就顺着墙滑了下去。家珍吓得大声叫我。我走到灶间时，他又醒了过来，定定地看了我们一阵。我们问他，他也不答应。又过了一阵，他闻到焦糊的味道，知道饭煮糊了，才开口说道：“哎呀，我怎么睡着了？”我娘慌里慌张地想站起来，她站到一半，腿一松，身体又掉到地上。我赶紧把她抱到床上，她没完没了地说自己睡着了。他怕我们不相信，家珍把我拉到一旁说：“你去城里请个郎中来，请郎中可是要花钱的。”我站着没有动。家珍从褥子底下拿出了2块银元，是用手帕包着的。看看银元，我有些心疼，那可是家珍从城里带来的，只剩下这2块了。可我娘的身体更叫我担心，我就拿过银元。家珍把手帕叠得整整齐齐，重新塞到褥子底下，给我拿出一身干净衣服，让我换上。我对家珍说：“我走了。”家珍没说话，跟着我走到门口。我走了几步，回过头去看看她，她往后理了理头发，向我点点头。自从家珍回来以后，我还是第一次离开她。我穿着虽然破烂，可是干干净净的衣服，
脚上是我娘编的新草鞋，要进城去了。凤霞坐在门口的地上，怀里抱着睡着的有庆。她看到我穿得很干净，就问：爹，你不是夏田吧？我走得很快，不到半个时辰就走到城里。我已有1年多没去城里了，走进城里时心里还真有点发虚，我怕碰到过去的熟人，我这身破烂衣服让他们见了，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话。我最怕见到的还是我丈人，我不敢从米行那条街走，宁愿多绕一些路。城里几个郎中的医术我都知道，哪个收钱黑，哪个收钱公道我也知道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去找住在绸店隔壁的林郎中，这个老头是我丈人的朋友，看在家珍的份上，他也会少收些钱。我路过县太爷府上时，看到一个穿绸衣的小孩正踮着脚，使劲想抓住敲门的铜环。那孩子的年纪就和我凤霞差不多大，我想这可能是县太爷的公子，就走上去对他说：我来帮你敲。小孩高兴地点点头，我就扣住铜环，使劲敲了几下，里面有人答应来啦。这时小孩对我说：我们快跑吧。我还没明白过来，小孩贴着墙壁溜走了。门打开后，一个仆人打扮的男人一看到我穿的衣服，什么话没说，就伸手推了我一把。我没料到他会这样，身体一晃就从台阶上跌下来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，本来我想算了，可这家伙又走下来踢了我一脚，还说要饭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我的火一下子上来了，我骂道：老子就是啃你家祖坟里的烂骨头，也不会向你要饭。他扑上来就打，我脸上挨了一拳，他也挨了我一脚。我们2个人就在街上扭打起来。这小子黑得很，看看一下子打不赢我，就瞅着我的裤裆抬脚。我呢，好几次踢在他屁股上。我们2个都不会打架，打了一阵，听到有人在后面喊：难看死了，这2个畜生打架打得难看死了。我们停住手脚，往后一看，一队穿黄衣服的国民党大兵站在那里，10来门大炮都有马车拉着。刚才喊叫的那个人腰里别着一把手枪，是个当官的。那仆人真灵活，一看到当官的就马上点头哈腰。长官，嘿嘿，长官。长官向我们2个挥挥手说：2头蠢驴，打架都不会，给我去拉大炮。我一听这话，头皮阵阵发麻，他是拉我当壮丁的。那仆人也急了，走上前去说：长官，我是本县县太爷家里的。长官说：县太爷的公子更应该为党国出力吗？不不。仆人吓得连声说：我不是公子，打死我也不也敢。排长，我是县太爷的仆人。操你娘！长官大声骂道：老子是连长。是连长，我是县太爷的仆人。那仆人怎么说都没用，反而把连长说烦了。连长伸手给他一巴掌：少他娘的说废话，去拉大炮。他看到了我，还有你。我只好走上去，拉住一匹马的缰绳，跟着他们往前走。我想到时候打个机会再逃跑吧。那仆人还在前面向连长求情，走了一段路后，连长竟然答应了。他说：行，你回去吧，你小子烦死我了。仆人高兴坏了，他像是要跪下来给连长叩头，可又没有下跪，只是在连长面前不停地搓着手。连长说：还不滚蛋？仆人说：滚，我这就滚。仆人说着转身走去。这时候连长从腰里抽出手枪来，把胳膊端平了，闭上一只眼睛向走去的仆人瞄准。仆人走出了10多步，回过头来看看，这一看把他吓得傻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
像只夜里的麻雀一样，让连长瞄准。连长这时对他说：走呀，走呀！仆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连哭带喊：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！连长向他开了一枪，没有打中，打在他身旁，飞起的小石子划破了他的手，手倒是出血了。连长握着手枪向他挥动着说：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他站了起来。连长又说：走呀，走呀！他伤心地哭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连长，我拉大炮吧。连长又端起胳膊，第二次向他瞄准，嘴里说着：走呀，走呀！仆人这时才突然明白似的，一转身就疯跑起来。连长打出第二枪时，他刚好拐进了一条胡同。连长看看自己的手枪，骂了一声：他娘的，老子闭错了一只眼睛！连长转过身来，看到了站在后面的我，就提着手枪走过来，把枪口顶着我的胸膛，对我说：你也回去吧。我的两条腿拼命哆嗦，心想他这次就是两只眼睛全闭错，也会一枪把我送上西天。我连声说：我拉大炮，我拉大炮。我右手拉着缰绳，左手捏住口袋里家珍给我的2块银元，走出城里时，看到田地里与我家相像的茅屋，我低下头哭了。我跟着这支往北去的炮队越走越远，1个多月后，我们走到了安徽。开始的几天，我一心想逃跑，当时想逃跑的不只是我一个人，每过2天，脸里就会少掉1、2张熟悉的脸。我心想他们是不是逃跑了，我就问一个叫老全的老兵，老全说谁也逃不掉。老全问我夜里睡觉听到枪声没有，我说听到了。他说那就是打逃兵的，命大的不让打死，也会被别的部队抓去。老全说的我心都寒了。老全告诉我，他抗战时就被拉了壮丁，开拔到江西，他逃了出来，没几天又被去福建的部队拉了去。当兵6年多，没跟日本人打过仗，光跟共产党的游击队打仗。这中间他逃跑了7次，都被别的部队拉了去。最后一次他离家只有100多里路了，结果撞上了这一支炮队。老全说他不想再跑了，他说我逃腻了。我们渡过长江以后就穿上了棉袄。一过长江，我想逃跑的心也死了，离家越远我也就越没有胆量逃跑。我们连里有10来个都是15、16岁的孩子，有一个叫春生的娃娃兵，是江苏人，他老向我打听往北去是不是打仗，我就说是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想当上了兵就逃不了要打仗。春生和我最亲热，他总是挨着我，拉着我的胳膊问说我们会不会被打死。我说我不知道。说这话时，我自己心里也是一阵阵难受。过了长江以后，我们开始听到枪炮声，起先是远远传来，我们又走了2天，枪炮声越来越响。那时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，村里别说是人了，连牲畜都见不着。连长命令我们架起大炮，我知道这下是真要打仗了。有人走过去问连长，连长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连长说，你问我，我他娘的去问谁？连长都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，村里人跑了个精光。我望望四周，除了光秃秃的树和一些茅屋，什么都没有。过了2天，穿黄衣服的大兵越来越多，他们在四周一队队走过去，又一队队走过来，有些部队就在我们旁边扎下了。又过了2天，我们一炮还未打，连长对我们说，我们被包围了。被包围的不只是我们一个连，有10来万人的国军全被包围在方圆只有20来里路的地方里，满地都是黄衣服，像是赶庙会一样。
这时候老全神了，他坐在坑道外的土墩上吸着烟，看着那些来来去去的黄皮大兵，不时和中间某个人打声招呼。他认识的人实在是多。老全走南闯北，在7支部队里混过，他嘻嘻哈哈和几个旧相识说着脏话，互相打听几个人名。我听他们不是说死了，就是说前2天还见过。老全告诉我和春生，这些人当初都和他一起逃跑过。老全正说着，有个人向这里叫：老全，你还没死啊？老全又遇到旧相识了，哈哈笑道：你小子什么时候被抓回来的？那人还没说话，另一边也有人叫上老全了。老全扭脸一看，急忙站起来喊：喂，你知道老梁在哪里？那个人嘻嘻笑着喊道：死了。老全沮丧地坐下来，骂道：妈的，他还欠我1块银元呢。接着老全得意地对我和春生说：你们瞧，谁都没逃成。刚开始我们只是被包围住，解放军没有立刻来打我们，我们还不怎么害怕，连长也不怕，他说蒋委员长会派坦克来救我们出去的。后来前面的枪炮声越来越响，我们也没有很害怕，只是一个个都闲着没事可干，连长没有命令我们开炮。有个老兵想想前面的弟兄流血送命，我们老闲着也不是个办法，他就去问连长，我们是不是也打几炮？连长那时候躲在坑道里赌钱，他气冲冲地反问：打炮往哪里打？连长说的也对，几炮打出去，要是打在国军兄弟头上，前面的国军一气之下杀回来收拾我们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连长命令我们都在坑道里待着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就是别出去打炮。被包围以后，我们的粮食和弹药全靠空投，飞机在上面一出现，下面的国军就跟蚂蚁似的密密麻麻的拥来拥去，扔下的一箱箱弹药没人要，全都往一袋袋大米上铺。飞机一走，抢到大米的国军兄弟2个人提一袋，旁边的人端着枪保护他们，那么一堆一堆的分散开去，都走回自己的坑道。没过多久，成群结伙的国军向房屋和光秃秃的树木涌去，远近的茅屋顶上都爬上去了人，又拆茅屋又砍树，这哪还像是打仗？乱糟糟的响声差不多都要盖住前沿的枪炮声了。才半天功夫，眼睛望得到的房屋树木全没了，空地上全都是扛着房梁、树木和抱着木板、凳子的大兵。他们回到自己的坑道后，一条条煮米饭的炊烟就升了起来，在空中扭来扭去。那时候最多的就是子弹了，往那里躺都硌得身体疼。四周的房屋被拆光，树也砍光后，满地的国军提着刺刀去割枯草，那情形真像是农忙时在割稻子。有些人满头大汗地刨着树根，还有一些人开始掘坟，用掘出的棺材板烧火。掘出了棺材，就把死人骨头往坑外一丢，也不给重新埋了。到了那种时候，谁也不怕死人骨头了，夜里就是挨在一起睡觉，也不会做噩梦。煮米饭的柴越来越少，米倒是越来越多，没人抢米了。我们3个人去扛了几袋米回来，铺在坑道当睡觉的床，这样躺着就不怕子弹硌得身体难受了。等到再也没有什么可当柴煮米饭时，蒋委员长还没有把我们救出去。好在那时飞机不再往下投大米，改成投大饼，承包的大饼一落地，弟兄们像牲畜一样扑上去乱抢，叠得一层又一层，跟我娘那出的鞋底一样，他们嗷嗷乱叫着，和野狼没什么两样。老全说，我们分开去抢。这种时候只能分开去抢，才能多抢些大饼回来。我们爬出坑道，自己选了个方向走去。
当时子弹在很近的地方飞来飞去，常有一些流弹窜过来。有一次我跑着跑着，身边一个人突然摔倒，我还以为他是饿昏了，扭头一看，他半个脑袋没了，吓得我腿一软，也差一点摔倒。抢大饼比抢大米还难，按说国军每天都在拼命的死人，可当飞机从天那边飞过来时，人全从地里冒了出来，光秃秃的地上像是突然长出了一排排草，跟着飞机跑，大饼一扔下，人才散开去，各自冲向看好的降落伞。大饼包的也不结实，一落地就散了，几十上百个人往一个地方扑，有些人还没挨着地就撞昏过去了。我抢一次大饼就跟被人吊起来用皮带打了一顿似的，全身疼。到头来也只是抢到了几张大饼。回到坑道里，老全已经坐在那里了，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他抢到的饼也不比我多。老全当了8年兵，心里还是很善良，他把自己的饼往我的上面一放，说等春生回来一起吃。我们2个就蹲在坑道里，露出脑袋张望春生。过了一会，我们看到春生怀里抱着一堆胶鞋，猫着腰跑来了。这孩子高兴得满脸通红，他一翻身滚了进来，指着满地的胶鞋问我们多不多。老全望望我，问春生这能吃吗？春生说可以煮米饭呐。我们一想还真对，看看春生脸上一点伤都没有，老全对我说这小子比谁都精。后来我们就不去抢大饼了，用上了春生的办法。抢大饼的人叠在一起时，我们就去扒他们脚上的胶鞋，有些脚没有反应，有些脚乱蹬起来，我们就随手捡个钢盔狠狠揍那些不老实的脚，挨了揍的脚抽搐几下都跟冻僵似的硬了。我们抱着胶鞋回到坑道里生火，反正大米有的是，这样还免去了皮肉之苦。我们3个人边煮着米饭，边看着那些光脚在冬天里一走一跳的人，嘿嘿笑个不停。前沿的枪炮声越来越紧，也不分白天和晚上。我们待在坑道里也听惯了，经常有炮弹在不远处爆炸，我们连的大炮都被打烂了，这些大炮一炮都没放，就成了一堆烂铁，我们更加没事可干了。那么一些日子下来，春生也不怎么害怕了，到那时候怕也没有用。枪炮声越来越近，我们总觉得还远着呢。最难受的就是天越来越冷，睡上几分钟就是冻醒一次。炮弹在外面爆炸，时常震得我们耳朵里嗡嗡乱叫。春生怎么说也只是个孩子，他迷迷糊糊睡着时，一颗炮弹飞到近处一炸，把他的身体都弹了起来。他被吵醒后，怒气冲冲地站在坑道上，对前面的枪炮声大喊：你们他娘的轻一点，吵得老子都睡不着。我赶紧把他拉下来，当时子弹已在坑道上面飞来飞去了。国军的阵地一天比一天小，我们就不敢随便爬出坑道，除非饿极了才出去找吃的。每天都有几千伤号被抬下来，我们连的阵地在后方，成了伤号的天下。有那么几天，我和老全、春生扑在坑道上，露出3个脑袋，看那些抬担架的将缺胳膊断腿的伤号抬过来。隔上不多时间，就过来一长串担架，抬担架的都猫着腰，跑到我们近前找一块空地，喊1、2、3，喊到3时将担架一翻，倒垃圾似的将伤号扔到地上就不管了。伤号疼得嗷嗷乱叫，哭天喊地的叫声是一长串一长串响过来。老全看着那些抬担架的离去，骂了一声：这些畜生！伤号越来越多，只要前面枪炮声还在响，就有担架往这里来，喊着1、2、3，把伤号往地上扔。地上的伤号起先是一堆一堆，
没多久就连成一片，在那里疼得嗷嗷直叫，那叫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和春生看得心里一阵阵冒寒气，连老全都直皱眉。我想这仗怎么打呀？天一黑，又下起了雪。有一长段时间没有枪炮声，我们就听着躺在坑道外面几千没死的伤号呜呜的声音，像是在哭，又像是在笑，那是疼得受不了的声音。我这辈子就再没听到过这么怕人的声音了。一大片一大片，就像潮水从我们身上涌过去。雪花落下来，天太黑，我们看不见雪花，只是觉得身体又冷又湿，手上软绵绵一片，慢慢的化了，没多久又积上了厚厚一层雪花。我们3个人紧挨着睡在一起，又饿又冷。那时候飞机也来得少了，都很难找到吃的东西，谁也不会再去盼蒋委员长来救我们了，接下去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。春生推推我，问福贵，你睡着了吗？我说没有。他又推推老全，老全没说话。春生鼻子抽了2下，对我说，这下活不成了。我听了这话，鼻子里也酸溜溜的。老全这时说话了，他2条胳膊伸了伸，说，别说这丧气话。他身体坐起来，又说，老子大小也打过几10次仗了，每次我都对自己说，老子死也要活着。子弹从我身上什么地方都擦过，就是没伤着我。春生，只要想着自己不死，就死不了。接下去我们谁也没说话，都想着自己的心事。我是一遍遍想着自己的家，想想凤霞抱着有庆坐在门口，想想我娘和家珍，想着想着，心里像是被堵住了，都透不过气来，像被人捂住了嘴和鼻子一样。到了后半夜，坑道外面伤号的呜咽渐渐小了下去，我想他们大部分都睡着了吧，只有不多的几个人还在呜呜的响，那声音一段一段的飘来飘去，听上去像是在说话，你问一句，他答一声，声音凄凉的都不像是活人发出来的。那么过了一阵后，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呜咽了，声音低的像蚊虫在叫，轻轻的在我脸上飞来飞去，听着听着已不像是在呻吟，倒像是在唱什么小调。周围静的什么声响都没有，只有这样一个声音，长久的在那里转来转去。我听的眼泪都流了出来，把脸上的雪化了后，流进脖子，就跟冷风吹了进来。天亮时，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我们露出脑袋一看，昨天还在喊叫的几千伤号全死了，横七竖八的躺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上面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。我们这些躲在坑道里还活着的人呆呆看了半晌，谁都没说话。连老全这样不知见过多少死人的老兵也傻看了很久，末了他叹息一声，摇摇头对我们说，惨啊。说着，老全爬出了坑道，走到这一大片死人中间，翻翻这个，拨拨那个。老全弓着背，在死人中间跨来跨去，时而蹲下去用雪给某一个人擦擦脸。这时枪炮声又响了起来，一些子弹朝这里飞来。我和春生一下子回过魂来，赶紧向老全叫，你快回来，冬天的故事。老全没搭理我们，继续看来看去。过了一会，他站住了，来回张望了几下，才朝我们走来。走近了，他向我和春生伸出4根指头，摇着头说，有4个，我认识。话刚说完，老全突然向我们睁圆了眼睛，他的2条腿僵住似的站在那里，随后身体往下一掉，跪在了那里。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，只看到有子弹飞来，就拼命叫，老全，你快点。喊了几下后，老全还是那么一副样子，我才想完了，老全出事了。我赶紧爬出坑道，
向老全跑去，跑到跟前一看，老全背脊上一滩血，我眼睛一黑，哇哇地喊春生。等春生跑过来后，我们2个人把老全抬回到坑道，子弹在我们身旁时时呼的一下擦过去。我们让老全躺下，我用手顶住他背脊上那滩血，那地方又湿又烫，血还在流，从我指缝流出去。老全眼睛慢吞吞地眨了一下，像是看了一会我们，随后嘴巴动了动，声音沙沙地问我们：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和春生抬头向周围望望，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只好重新去看老全。老全将眼睛紧紧闭了一下，接着慢慢睁开，越睁越大，他的嘴歪了歪，像是在苦笑。我们听到他沙哑地说：老子连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老全说完这话，过了没多久就死了。老全死后脑袋歪到了一旁，我和春生知道他已经死了，互相看了半晌，春生先哭了，春生一哭，我也忍不住哭了。后来我们看到了连长，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，腰里绑满了钞票，提着个包裹向西走去。我们知道他是要逃命了，衣服里绑着的钞票让他走路时像个一扭一扭的胖老太婆。有个娃娃兵向他喊：连长，蒋委员长还救不救我们？连长回过头来说：蠢蛋，这种时候你娘也不会来救你了，还是自己救自己吧。一个老兵向他打了一枪，没打中。连长一听到子弹朝他飞去，全没有了过去的威风，撒开2腿就疯跑起来，好几个人都端起枪来打他。连长哇哇叫着跳来跳去，在雪地里逃远了。枪炮声响到了我们鼻子底下，我们都看得见前面开枪的人影了，在硝烟里一个一个摇摇晃晃地倒下去。我算计着自己活不到中午，到不了中午就该轮到我去死了。1个来月在枪炮里混下来后，我倒不怎么怕死，只是觉得自己这要死的不明不白，实在是冤。我娘和家珍都不知道我死在何处。我看看春生，他的一只手还搁在老全身上，愁眉苦脸的也在看着我。我们吃了几天生米，春生的脸都吃肿了。他伸舌头舔舔嘴唇，对我说：我想吃大饼。到这时候死活已经不重要了，死之前能够吃上大饼也就知足了。春生站了起来，我没叫他小心子弹，他看了看说：兴许外面还有饼，我去找找。春生爬出了坑道，我没拦他，反正到不了中午我们都得死，他要是真吃到大饼那就太好了。我看着他有气无力地从尸体上跨了过去，这还只走了几步，还回过头来对我说：你别走开，我找着了大饼就回来。他垂着双手，低头走入了前面的浓烟。那个时候空气里满是焦糊和硝烟味，吸到嗓子眼里，觉得有一颗一颗小石子似的东西。中午没到的时候，坑道里还活着的人全被俘虏了。当端着枪的解放军冲上来时，有个老兵让我们举起双手，他紧张的脸都青了，叫嚷着要我们别碰身边的枪，他怕到时候连他也跟着倒霉。有个比春生大不了多少的解放军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，我心一横，想这次是真要死了。可他没有开枪，对我叫嚷着什么，我一听是要我爬出去，我心里一下子咚咚乱跳了，我又有活的盼头了。我爬出坑道后，他对我说：把手放下吧。我放下了手，悬着的心也放下了。我们一排20多个俘虏由他一人压着向南走去，走不多远就会入到一队更大的俘虏里。到处都是一柱柱冲天的浓烟，向着同一个地方弯过去。地上坑坑洼洼，满是尸体和炸毁了的大炮枪支，烧黑了的军车还在噼噼啪啪。我们走了一段后，
20多个挑着大白馒头的解放军从北横着向我们走来，馒头热气腾腾，看得我口水直流。压我们的一个长官说：“你们自己排好队。”